反复将鹿肉煎至完美。这道菜的价格贵得惊人。先将鹿肉一遍遍的煎，煎至多余油分去除后，女主厨用针刺入肉中3至5秒，轻放于嘴唇测试，立刻感知到食物的烹饪程度恰到好处。接着浇上高档红酒焗制片刻。最关键的步骤，他大声指示用稻草熏烤，其他厨师都短暂愣住，但他是这里的主厨，一旦命令下达，其他人便立即行动。经过精心的摆放，烤鹿肉便端上了餐桌。作为拥有米其林3星的大厨，之所以他亲自出马，是因为今日的客人格外特殊。正是知名美食评论家世谷先生及其朋友。自信满满的他在随后的采访中表示，所有尝过他料理的人，无一例外都会发出同样的评价，非常美味。果不其然，美食家尚未吃完便给予高度评价。此刻主持人抛出了一个与会议无关的问题，让他谈谈近期学校餐饭剩余问题。他毫不掩饰地直言，剩饭问题源于食物不够美味，如果由他来负责，简直就像 C 罗在少年足球场上的表现，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这段采访恰巧被一名学校食堂的营养师荒木师傅看到，他下意识地揉了揉手中的纸张，并向电视台投诉了这位女主厨。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这番话不久将变为现实。几天后，他不得不与荒木师傅成为同事。此时刚结束采访的女主厨洋洋得意，其他餐馆的老板正纷纷试图挖角他。听闻加倍薪水的条件，他多少有些心动，内心喜悦难以抑制，但仍保持着端庄，心中不断思量，却没料到世事变幻莫测。当他返回餐厅时，发现所有后厨的工作人员都围了上来，他误以为自己被发现即将跳槽的事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大家所说的并非同一件事。追问之下方知道，昨日的美食家们在品尝了他的料理后，全部送进了医院。他赶紧向老板说明情况，坚称这是不可能的，整个烹饪过程都是他亲自监督的，连食物的成熟度也是他亲自测试的。他请求彻查此事，但老板拒绝听他分辨，指责他毁了餐厅的名誉，并决定解雇他。女主厨一时间完全震惊，这家不起眼的餐厅能够获得米其林3星，都是依靠他的努力。他质问老板，没有他餐厅还能保持3星吗？老板反驳说，3星是属于餐厅的，不是他个人的。两人最终关系破裂，他向老板宣告，他会带领另一家餐厅击败这一家。但老板显然比他更为精明，第二天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承认了餐厅的食物问题，并把责任推给了主厨星野，说是因为他使用自己打猎的鹿肉制作的菜肴。这一指责几乎断绝了星野的未来道路。当他找到之前有意挖角他的那家餐厅时，老板的态度完全改变，他辗转多家2星级餐厅，却无人愿聘用他，最后甚至1星级餐厅也对他敬而远之。与此同时，他的前老板优田在策划着下一步行动，他召集了副主厨和那位美食家。事实上，整个食物中毒事件都是编造的，是老板优田为了解雇星野而策划的一场戏。尽管星野的厨艺出色，但他做事太过随性，导致后厨成本过高，而餐厅利润微薄。更重要的是，星野连老板的权威都不放在眼里。优田提拔了副主厨奥斯为新的总厨，交给他任务是复制星野的招牌菜式。而另一方面，星野已经无法在法式料理界立足。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电视台打来了电话，表示想给他推荐一份工作，电视台还将跟进拍摄。只不过这份工作的地点客流量很大，星野自信地说，等他去了后客流量会更加庞大。抵达新的工作场所，星野完全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没想到竟是为学校食堂做饭。他立刻转身离开。制作人早即追上来对星野说，这个机会可能是他翻身的起点，毕竟学校食堂最看重的是食品安全与可靠，学校后厨的卫生情况比任何餐馆都要好，而且有严格的卫生监管体系，不用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只有这里愿意聘用他，只要他能解决学生剩饭的问题。一旦节目播出，他的名声就会逐渐恢复，到时他就有机会回到3星级餐厅。刚到学校食堂，星野便发觉这里的团队专业的惊人，这里的厨工并非专业厨师，而是来自银行职员、相扑选手、销售等各行各业，都是在各自行业无法立足的人，他们聚集在此为学生们做饭。星野在摄像机前宣布，他要重新设计食谱。话音刚落，营养师荒木走了进来，表示食谱只能由他来设计。其他帮厨解释说，荒木会根据预算和营养要求来设计食谱，然后由星野根据食谱制作菜肴，其他帮厨会协助星野。习惯了自主的星野表示不同意，荒木要求他重复电视上的话，星野已经忘记了。帮厨提醒他，就是他说过的学校食堂剩饭多是因为不好吃。星野还没弄明白荒木的意图，他坚称这是事实，转过身去尝试今天的学校午餐。来自顶尖餐厅的女厨尝了一口学校的午餐，原本想不真诚地恭维几句，但味道差到让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旁边的营养师说，相较于口味，食堂的营养才是最关键的，而女厨认为美味是最重要的。旁边的帮厨也解释，学校食堂在有限的预算下和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做出324份营养均衡的午餐也很不容易，要想再追求美味就更难了。女厨不考虑那么多，她参加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做出美味的食物，降低剩饭率。制作人出面缓和气氛，他说已经事先得到校长的同意，明日食堂的菜色可以由星野按自己的想法来做。星野信心满满的接受了。作为一个顶尖的法国菜厨师，他在家里提前制作了第2天的菜品，一个个认真尝试，味道无疑是完美的。第2天一大早，
他被要求和新同事们一起做晨间广播体操，但他那套自创的体操显得格格不入，这就暗示了他可能无法融入校餐团队。不出所料，当他用法语宣布今天的菜单，其他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食材送来后，校餐部的人都露出迷茫的表情。他们问他每份的成本是多少，星野回答说按学生折扣价是3000日元。营养师荒木立刻反应，一份校餐的成本标准是240日元，他的菜单超出了2周的预算。星野自言自语说这240日元连他用的一个番茄都买不到。荒木最终让他自己支付超出的费用。星野对制作人说直接从他的出场费中扣除，态度跟以前一样，对钱不计较，只希望自己做的菜能让人赞不绝口。9点开始正式制作，学校的厨房果然很干净，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被妥善包裹。在高度重视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食堂的工作流程化了，帮厨的工作也变得机械化。因此在协助星野的过程中，这些人频频出错，幸好星野只关注于做出完美的菜品，能自己完成的都亲力亲为。这份劲头甚至让荒木都佩服。但是距离用餐时间只剩半小时，问题还是发生了。一个用于增添汤品甜味的食材，帮厨因为怕浪费并没有加入汤中。荒木建议就这么上菜，少点甜味无所谓。星野坚持要重新烹制，结果导致超出了规定时间半个小时。校长、老师和学生都开始催促。星野走了过去，严肃地引用了一些名人名言，大意是美味的饭菜不怕晚。这让校长暂时被说服了。又等了半个小时，星野这才对他的作品感到满意。食堂的食物得先让校长尝过，确认无问题后才能分发给学生。校长尝了一口后觉得值得等待，星野也充满了自信，他期待着学生们的称赞。学生们开始吃了，星野正等着收获赞美，可是一个学生说出了好难吃，紧接着第2个、第3个学生也这么说，学生们的反馈全部都是负面的。星野不理解哪里出了问题，今天的剩饭率创了历史新高。荒木解释说是因为星野不懂孩子，他做的菜是成人的口味，今天的食堂彻底失败了，预算、营养、时间还有口味一个都没有照顾到。星野试图挽回一些尊严，他说从没有顾客剩下过他的菜，但荒木直接反驳了他，剩饭率的数据是不会撒谎的。无言以对的星野最后强调，他毕竟是3星级餐厅的主厨。星野深受打击，他让制作人结束这期节目并宣布退出。走到外面，学生们的评论还在伤害他，他们希望他不要再来做学校的饭菜。他回想起自己过去的荣耀，曾被誉为烹饪女神，获奖无数，没想到今天在这所小学校栽了大跟头。他不知怎么走到了曾经工作过的餐厅前，前老板优田恰好走了出来，他嘲笑星野去做学校食堂的决定，并告诉他这不过是一场戏，是因为他太过傲慢，为了辞退他，他们才用这种方式让他离开。星野誓言要将此事公之于众，优田却反问谁会相信他。星野想到了他的父厨奥斯，认为奥斯可以帮他证明真相。正在此时，奥斯恰好路过，此刻的奥斯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奥斯成了餐厅的新掌勺人。显而易见，奥斯站到了对方一边。老板最后对他说，你当主厨的日子到头了。尽管他自信十足，但老板马上泼了他一身冷水，说没人会再聘请你了。星野立刻转身离开，他决定走最后一条路，回归学校食堂。次日一大早，他来到了学校，学生和老师们都惊呆了，只有电视制作人在偷笑，看来有好戏看了。学校食堂的员工还在回味昨天的节目，都在嘲笑星野的狼狈。就在这时，一名帮厨冲了进来，告诉大家他又回来了。荒木皱了皱眉，心想这女人真难缠。星野一踏进门，就把昨天的不愉快抛诸脑后，他重新表明了自己的决心，要做出最好吃的学校午餐。荒木面露难以置信，同时对星野并不看重。这次星野只是个厨师，菜单仍然由荒木决定。两人理念的差异，让星野总是对荒木的决策持不同意见。荒木批评他不懂行，星野拿出自己的3星厨师徽章，证明自己是专业的。没想到荒木还在翻旧账，但对星野来说，不管怎样，他必须在这里翻身。等他走进后厨，却发现校餐部的人一个个都在叫他做事。曾经的顶级酒店女厨师，竟在学校食堂里手足无措。她刚把菜拿到后厨就被叫停，必须先检测菜品的温度。校食堂有规定，温度过高可能会变质，不可使用。刚通过这个检查，又到了洗菜环节，她端着菜盆刚出来，又被叫停，不能这样从水槽端出来，因为不能让地面沾上水滴。她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帮厨就急忙解释，地面上的水会滋生细菌，这违反了学校食堂的规定。接下来是切菜环节，又有人叫停了她，她忍无可忍，不切菜怎么做饭呢？男人解释道，菜量大的时候得用机器来切，否则赶不上时间。她争辩说，那应该提前1天准备吗？却被告知学校食堂的又一项规定，为了确保食材新鲜，必须当天准备当天的菜，明令禁止提前处理。好不容易挺过了准备配菜的阶段，终于到了烹饪的时候，他让帮厨多放些肉。营养师荒木却说不可以，校餐规定每顿餐的热量要控制在卡路里以内，多放就超标了。看来这些校餐规定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他。他尝了尝汤，觉得味道不够浓，这次他没开口询问，直接拿起盐罐撒了进去。帮厨立刻拿出规定告诉他，盐分摄入量要控制在克以内。那好吧，那就你们自己重新熬吧。经历了这一顿饭，星野知道他必须得好好学习一下这些校餐规定，他得在这些规定框架内做出最好吃的学校食堂菜，减少食物浪费，
正在这时，食堂迎来了一位新同事，就是暑假工高山晴子。晴子一到，就受到了那些大叔们的欢迎，而星野心情沉重，他找到了荒木，希望能自己来设计菜单，这样他在规定内能有更多施展的空间。但荒木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再次强调了各自的工作职责，他负责菜单，星野则负责烹饪。星野对他说，这样做出来的饭真的太难吃了，他不希望电视上展示出这样的效果。晴子的笑容让星野感到不满，而晴子却毫不客气地说，你的校餐做得不好，电视上也只能这样播出。面对星野的连番追问，晴子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他似乎对星野怀有旧怨。星野也不想再理会这些，他再次坚称他要做出最好吃的校餐。荒木又一次提醒他，操作必须遵守规定。星野似乎灵光一现，坐下来仔细钻研规定。几位大叔忙着向晴子示好，他们打算为晴子举办欢迎会，这类活动不会邀请星野，他也不打算参加。下班的时候，一家法国时尚品牌的经理找到了他。那家时尚品牌为了提升品牌形象，打算在楼上开一家法国餐厅，让顾客购物后可以在那里用餐。他们原本已经选好了主厨，但却被其他餐厅抢先聘用了，所以经理向老板推荐了星野。因为经理曾经品尝过星野的料理，印象深刻，但由于星野曾有过不好的舆论，品牌老板并不同意。经理向他透露，老板最近在看他参与的校餐节目，如果星野能在节目里让孩子们喜欢上他的料理，经理就有机会说服老板聘请他，这是一个翻身的好机会。星野决心要好好把握。一路上他思索着如何绕过规定，但最后发现没办法绕开，只能在规定内做出好菜。他夜里策划了各种食材搭配，参考了校餐的营养摄入标准，不断调整改进，连盐都提前称好了分量。最终他找到了适合的配比方案。星野觉得自己即将能够回到餐厅工作，但电视台的制作人看到节目高昂的收视率，并不急于让星野离开。第二天做早操时，星野换了一套新衣服，他做菜的方式总是与众不同。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如下，他拿出自己制定的流程表，详细规划了食材腌制到炖煮的每一步，连配料的分量都精心计量。接下来是蔬菜的切割技巧，是否需要焯水也有明确规则。他还建议部门为每个人配备一套专用的刀具。面对违规的情况，星野早有准备，这出乎他的预料。他提议大家可以提前来准备，这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反对。其他人只把料理当做一份工作，没有人像他那样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荒木再次提醒他，我们只是在做校园餐饮。就在星野和荒木争论时，晴子突然站了起来，问他是否为了美味可以牺牲一切。星野毫不迟疑地回答，正是如此，作为一名厨师，为了烹饪出美味佳肴必须全力以赴。尽管他这么热情，荒木却说一切照旧，没有人响应他的召唤。今天的剩饭率与往常无异。其他人也安慰他，小孩挑食不是我们的问题，不必太在意。但星野不这么看，如果没人和他一起做，他就自己来，像昨天一样，先在家里计划好所有事情。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学校，等摄制组和校餐部的人到达时，他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既符合营养摄入标准，卫生也无可挑剔。其他人简直难以置信，他一个人准备了所有的蔬菜，并已经完成了腌制。星野淡定地说，学徒时代他每天只睡3个小时，但现在他要去休息了，剩下的工作就交给助理们，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看着眼前的一切，校餐部的人不由得感到有些惭愧。最终校餐按时完成，星野尝了一口，其他人也屏息等待他的评价。他追求的完美味道就是这个。星野离开后，荒木也迫不及待尝了一口，惊叹这味道确实与众不同，心想这位女士真不简单。校长尝了之后也是赞不绝口。300名小学生才是对星野成果的真正考验。孩子们一开始对秋刀鱼不太感兴趣，还是喜欢原来的做法，纷纷说不吃。星野走进教室，告诉孩子们这不是普通的秋刀鱼，自信地保证今天他们绝不会剩下饭菜。孩子们半信半疑地开始吃，尽管秋刀鱼是他们最不喜欢的校餐菜品，但今天的秋刀鱼不太一样。本以为没有食欲，一尝之下惊为天人，每个孩子都说好吃。听着孩子们的赞美，星级厨师星野开心极了。他开始介绍这道菜的制作方法，说孩子不喜欢吃的原因是因为鱼腥味和鱼刺，但他加了葱姜一起煮，时间控制得刚刚好，去腥又软化鱼骨。小学生们只忙着大快朵颐，没人再听他讲解，但星野乐在其中。他让摄像机对准了自己，特写镜头，希望未来的老板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今天的完美表现。校餐部的同事们都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做过无数次秋刀鱼，这还是头一回听到学生说好吃。不得不承认，星野对美味的追求真有成效。这个节目第2天就被想要聘请星野的餐厅老板看到了，女老板立刻决定让他来试做菜品，这对星野来说是个翻身的机会。他力求整个过程达到完美，从制作到摆盘，处处流露出法式浪漫。最终完成的菜品上桌了，前菜是香煎鹅肝搭配柿子沙拉，浓汤名为暮色巴黎，鱼类菜品是鲑鱼配番茄派，肉类则是烤小羊排，甜品是松脆羊梨。尝过菜品后，法国老板忍不住大加赞赏。经理向星野透露，几天之内会商议聘请他作为主厨的事宜，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与此同时，电视台的制片人担心节目因星野离开而结束，悄悄找到星野的前老板优田，透露星野即将被聘请的消息。优田对法国餐饮界还是颇有了解的，坦白说没人会雇佣星野。制片人解释说并非传统餐馆，
而是一个时尚品牌新开的高端餐厅。这消息确实让优田措手不及，他怎么也不能让星野回归法餐界。在等待聘用的这段日子里，星野负责的校餐已经显著降低了剩饭的比例，因为这档由星级大厨打理校餐的节目是天天播出的，星野每天都会提前到校园准备食材，而校餐部的其他员工还是老样子。节目播出之后，校餐部的人面临观众的批评，他们考虑是否要帮助星野，但荒木说不必理会，星野只是暂时的人手，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就在这时，有一聘请星野的时装品牌经理来到了校餐部，公司已经做出了决定，他专程来通知星野，他得到了主厨的位置。在感谢了几位同事之后，星野便要跟随经理离开。最不高兴的反而是制片人，主管正描述着餐厅的未来规划，几个小学生叫住了星野，说今天的校餐非常美味，只要有人表扬，星野就很开心。但开心不过3秒，一个小学生说他还是要去便利店吃美味鸡，其他孩子也纷纷附和，说美味鸡才是最好的。正当星野高兴时，突然被美味鸡的话题打断，一时愣住了。他回忆起学生们对他料理的评价，仅仅是觉得好吃，却对美味鸡赞不绝口。他无法接受，告诉经理自己决定暂时不去他们的餐厅了，然后立刻追问小孩校餐的味道，孩子们只是说好吃。他对周围的人说，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好吃，而是最好，因此他决定继续留下来。这份对美味的执着让在场的人都感到不解，但他并不在意这些，他决定要先找到那个美味鸡。这并不难，美味鸡就在街边小店里，但是已经被买光了。旁边几个正开心吃着的小学生，那诱人的颜色和孩子们沉醉的神情，他非常想知道这个美味鸡真的有自己做的校餐好吃吗？他不甘心让学生在校餐和美味鸡之间选择，结果却是自讨没趣。学生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美味鸡，一问价格240日元，和校餐价格一样。他出价300日元，但没人肯卖，即使出到600日元也被拒绝。出价900日元，终于有人同意卖给他尝一尝，结果却发现被小学生耍了，这更加激发了星野的工作热情。他下定决心做出超越美味鸡的校餐。看着他这股劲头，有人劝他，也有人讽刺他。晴子说他这样不是为了孩子，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对于这些评价，星野并不在乎，他只想做出最棒的美食，不为谁，只为自己。尝试了新做的校餐，比以前的都要完美。他在教室外偷听学生们的夸奖，真好吃，特别好吃，这样的评价此起彼伏。突然，一个孩子提醒同桌，千万别吃饱，一会还要吃美味鸡呢。听到这话，星野有些生气，但他生气的是自己竟然还没尝过美味鸡。机智的制片人立刻让摄像机对准了星野。下班后，主管再来找星野，说老板愿意等他3个月。这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但他仍保持矜持。但制片人却想尽办法不让星野离开，于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新企划，让家长和孩子们一同享用校园餐。之前校餐部门也组织过家长子女共餐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和家长都能感到满足。因此，他们为2代人分别准备了不同的菜式，尽管使用相同的食材，调料却有所区别。这一次荒木计划也是这样操作，但星野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他坚持，既然是亲子活动，就应该吃相同的食物。在这样的分歧下，摄像机立即捕捉了这一幕。根据当日亲子会的菜单，将要制作的是那不勒斯风味的意大利面。荒木提出，孩子喜欢甜味，所以应该加重甜度，但这对成年人来说可能会觉得过于腻口。他建议需要在甜味中加入酸味，但增加酸味后可能又会得不到孩子们的喜爱，因此他认为只能分别烹饪。星野则认为这是普通厨师的看法，他自己星野光子从不为同一道菜调制2种口味，这一次也不会例外，只会有1种风味，并且要做到大人小孩都一致称赞。下班时，一向喜欢与星野针锋相对的晴子对他说，你不仅做不出来，还可能会因为你的自负让这次亲子会不欢而散。星野不明所以，感到困惑，他想这女孩为何总是针对我，算了，我还是去抢购那美味的炸鸡吧。他来到便利店外，发现几个小学生正在那坐着，糟了，真的又卖光了。他回头一看，一群成年人也在品尝，他们都对这美味赞不绝口。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要尝一尝。他向那些正准备吃的大人走去，只要他们一吃起来，他就发出奇怪的声音。终于有个男人忍不住了，一个女人尝了一块炸鸡，闭上眼睛，随即念出了炸鸡的制作配方：酱油1份，料酒2份，醋1份，再加上大蒜、姜和苹果。女人无心理会男人的反应，只是不由自主地感叹，这炸鸡的味道真是绝了，酸甜的搭配做得恰到好处，难怪这炸鸡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爱吃。他一路走一路思考，如何在校园餐中找到那个完美的酸甜平衡，让即将举办的亲子会上的校餐赢得大人和孩子们的喜爱。但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他来到超市买了能看到的各种番茄，这样还不算完，又跑到果蔬店多买了一些，然后是专卖番茄的直营店，市场上所有的番茄品种他都买了个遍。可是这一堆堆的账单真是让人头痛。不过现在没时间想那么多，赶紧开始做，准备尝试做亲子会上的那个那不勒斯意大利面。第一次尝试就用了市售的普通番茄酱，结果味道偏甜，大人们可能不会喜欢。紧接着他开始用买来的番茄制作自己的番茄酱，3个锅同时上阵熬制，这一次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味道，3个锅出来的都太酸，适合大人的口味。不气馁，继续尝试新的配方，就这样一锅接一锅的试验。番茄快用完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完美的口味。一看包装袋，
这种番茄叫做金太郎番茄。他直接赶到了种植基地，工作人员告诉他，这种番茄一颗要300日元，价格明显超出了预算。他问能否便宜点，100日元一颗。工作人员说这是不可能的，不仅这里不行，其他任何农场的同品质番茄也做不到这个价格。但星野不会就此放弃，他往大棚外一望，又发现了新的机会。有些番茄成熟过头了，农场准备以便宜价格处理这些番茄。他尝了尝，酸甜度更加符合他的要求，虽然价格还是比预算高了一些。于是他在农场干了1天的活，这样他终于换来了心心念念的300个番茄。亲子会那天，他又是第一个到学校的，独自把番茄全部切好。等校餐部的人到的时候，他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荒木还是想分别为大人和孩子做不同口味，但星野阻止了他，说只需要做一种口味。接着他自信满满的说，他要用这唯一的口味征服所有人。我是3星主厨星野光子，他说他要靠一个口味就让所有人满意。其他人虽然觉得他可能会失败，但因为分工的关系，校餐的制作权在星野手上，所以只好按照他的要求来熬制番茄酱。足足熬了4个小时。星野解释，长时间熬制能减少酸味，增强甜味。终于到了上菜的时间，星野最后尝了一口成品，这正是他想要的味道。白桃水果搭配冰制卷心菜沙拉，边上还有那不勒斯意大利面和一瓶牛奶。这些是今天亲子会的午餐菜单。星野既紧张又兴奋，走进教室，他重复那句话，今天你们肯定不会剩下饭菜，这是我做过中最棒的那不勒斯面。学生和家长半信半疑地开始品尝，第一口下去，大家都惊呆了。星野侧耳倾听，期待着赞美。他终于等到了那个最棒的评价。学校食堂的工作人员还在忐忑，他们担心大人们还没有给出评价。出人意料的，大人们也给出了相同的赞扬，味道好极了。星野感到非常骄傲，他叫摄像机马上给自己来个特写。这时候他还不忘问，到底是美味鸡更好吃还是他的意面。当小孩子们发表意见时，他内心的竞争欲得到了满足。现在是他离开的时候了，高级餐厅的主厨位置在等着他。晴子再次开口，说了一句，满足了虚荣心就离开学校食堂吧，你真没把孩子们放在心上。对于像星野这样只专注于烹饪的人来说，这样的评价并不重要。最后他对同事们说，希望大家能向我学习，继续为孩子们制作美味的校园餐。荒木马上泼了他冷水，说他的做法不会被当作参考，他制作的校餐以后也不会再出现。荒木解释道，没有人会每天这么早起床，花额外几小时准备食材。星野希望他们能试试看。对于这个解释，星野既不同意也不反驳，他愿意自己一个人早起，愿意晚上研究如何改进校餐，但他从没要求别人也要像他这样付出。他有自己对烹饪的热爱和态度，而且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这种工作态度是最佳的。至于别人是否愿意跟进，他希望如此，却从不强迫。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也完全尊重别人的独立性。最终他说，所以还是要谢谢大家，从今天起我们就各自过好各自的生活吧。放工后的荒木偶遇了几个学生，这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向他们表达了对美味校餐的感激之情。荒木心中也感到了一股温馨，这些赞美本应属于星野，对一件事的坚持不经意间为他人带来了快乐，这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星野参与的节目收视率相当高，他曾经工作的那家餐馆迎来了一位议员，还有议员家里的小少爷。小少爷吃完了自己的牛排，又想尝尝他妈妈的牛排，但一尝就觉得不对胃口。尽管他爸爸解释说大人和小孩的口味不同，调味也有别，小少爷却表达了他多么想尝一尝电视上那位做意大利面的校餐阿姨的手艺。大人小孩都称赞的那个。这番话被餐馆的老板优田听见了，他心头升起一股怒火，感到即使将星野逐出法式餐饮界，他仍然频频给他添麻烦。因此第二天，当星野前往一家高档餐厅应聘时，优田也出现在了那里，说了几句场面话就离开了。星野有种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他发现自己的职位已不保。那个被其他餐厅挖走的厨师，在某位中间人的牵线下又回了。星野心想，这一定是优田的手笔，这家伙真是要把他逼到绝路上。第二天，校餐部的员工们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不再被星野的勤勉所压迫时，星野已经开始在厨房里忙碌了，像往日一样提前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节目组向一脸懵的校餐部解释，星野因为被抢了位置无处可去，只好继续参与节目录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丢脸的悲情故事，但对星野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有厨房的地方他就能展现3星级的厨艺。几天后他有了新的想法，既然没有人聘请他，那他就自己开店。经过一番筹划，居然开了一个小吃摊，而且他还决心要以3星级标准来经营。有人问他是否还会做校餐，当然小吃摊的启动也需要一些资金，所以白天做校餐，晚上开小吃摊。他的小吃摊卖的仍然是高级法式料理。现实很快教会了他一课，毕竟谁会想在小吃摊吃高级法餐呢？他站在摊前招揽顾客，呼唤了半天只吸引了一个醉汉。这个路边摊的菜肴显得格外不同。第一道菜是缤纷的龙虾沙拉，男人一口吃下不禁惊叹这美味无比。接着是第二道蘑菇浓汤，看起来普通，但美味到让人忍不住想哭。第3道是塔木鱼肉卷，味道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第4道是罗西尼牛排，男人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这美妙滋味，他只能反复称赞好吃。吃完了该结账。醉意朦胧的男人看了账单一眼，发现价格合理，又整又有零头，他掏出了3000多日元。星野主厨拦住了他，让他再仔细看看账单。
仔细一看，从不到万，居然是32400日元，连消费税都算进去了。男人质问：哪有这么贵的小吃摊？星野回答说：这是米其林3星级的小吃摊。然后他列举了男人所吃那些高档食材的名称，男人根本没听进去，喊着黑店就往外跑。好不容易来的客人，结果却吃霸王餐。星野从中吸取教训，在第二天，摊前的招牌上写明了套餐15000的价格，路人一看都觉得他疯了，小吃摊竟然要价15000，他是把我当傻子？这下连进店的人都没有了。电视台的制片人觉得这样不行，如果星野收摊，那这个笑餐节目的小插曲就会显得无趣，于是他们专门为星野的小吃摊拍摄了一期节目。节目主打的是3星级厨师在路边摊制作高级美食，这个创意立刻吸引了众多食客，摊位内坐满了人，外面还排起了长队。最重要的是性价比极高，只需支付高档餐厅1半的价钱，就能享受3星级厨师的现场烹饪服务。没过多久，连回头客都出现了。星野高兴地计划着，以这样的收入，1年内就能开自己的店。不料店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原来是星野以前的老板优田，宾客无不为之。面对竞争对手，星野更愿意展示自己的厨艺，让对方见识到谁才是真正的法式料理大师。但这位老板并不是来单纯吃饭的。吃喝完毕后，他提出了问题：这个路边摊并不符合规定，首先是缺少正式的营业许可证，其次，即便有许可证，也只能销售单一美食，而不是提供整套菜肴。于是优田对星野又是一番刁难，真是无情至极。星野的路边小吃摊计划就此告一段落。他还被要求去学习相关的营业规则，但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星野看上去一点也不沮丧，他立刻提出要变更今天校餐的制作方法，原本的炖豆子改为炸豆子。有人觉得这样做太麻烦，有人担心会超标，但此时的荒木却一言不发。对这个全心投入于料理的女子，他的反感已经不复存在。炸豆子香气四溢时，其他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烹饪才华。看他那高兴的模样，他确实热爱并享受着烹饪，无论是星级餐厅、小吃摊还是校餐，只要能做饭，他就感到快乐。终于到了用餐时间，连教室里的学生都闻到了豆子的香味。饭前，星野照例自夸，说这是他做过的最棒的豆菜。果不其然，这道菜再次获得好评，连校长都不期而至，夸赞这豆子好吃。星野毫不谦虚地回应说，毕竟自己是3星级主厨。午餐结束后，这次的剩饭率仅为1.9%，创造了历史新低。营养师荒木非常高兴，他转头看到星野就站在小吃车边，他手持摆摊规范书，显然还未放弃摆摊的念头。荒木去采购食材时，恰好遇见了优田，优田主动做了介绍。他们刚交谈几句，优田就看到了熟人，便急忙跑了过去。荒木顺着视线看到的是美食评论家世谷，他认出了世谷，记得世谷曾经来过自己开的小店，因为他没有受到特别待遇，遭到世谷的负面评论，那篇评论最终导致他的店铺关闭。荒木此刻怒视着世谷，但世谷根本没有记住荒木，只是觉得荒木有些古怪。荒木一回到学校餐厅就询问星野，问他的食物客人是否是世谷。星野确认是，但他立刻改口强调他的摊位上根本就没有食物，那是优田和世谷捏造出来的事情。荒木相信了星野，并邀请他晚上参加学校餐厅的聚会。在聚会上，星野才得知荒木曾经摆过小吃摊，荒木制作了他当年小吃摊上的招牌炸鸡块，大家都称赞这炸鸡块好吃。荒木向星野解释说，小吃摊是开放式厨房，最重要的就是食物的香气，路人经过时会因为食物的香味而驻足，然后他们会因为食物的外观而走上前，食客的食欲会随着食物的色泽而激发，吃的时候才能品尝到食物的真正美味。实际上品尝是最后一步，而你现在只做到了最后这步。荒木的这番教导确实有理有据。星野尝了炸鸡块后忍不住大声称赞，荒木笑着说，应该用最棒来形容。星野的认真态度让人觉得他很真诚。吃完后，星野匆匆离开了，他开始思考摆摊应该卖什么食物。他想用一道新菜品来重新启动他的小吃摊。他的计划很快就被一个电视制作人告知了优田，优田怎么可能让他再次成功？因此第二天星野去批发市场采购时，所有的商家都说货物已经卖完了，这又是优田搞的鬼。而且通过星野想要采购的食材，优田推断出星野这次想做的是油封鸭，于是优田立刻采取行动，准备开一家以油封鸭为主打的分店，价格定为原来的1半。他提出的这个点子是受到星野半价法餐活动的启发，分店享有总店的名气，半价优惠肯定会吸引很多顾客。优田已经开始了攻势，而星野仍未找到进货的途径。同时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海温上升导致鱼货减少，鱼价随之飙升，加上台风来袭，蔬菜价格也飞涨，学校食堂的预算已经不够用，增加预算需要通过审批，审批可能要拖到明年，大家都心急如焚，学校食堂可能要暂停服务。荒木思索片刻，说不能停。星野也坚定表示不能停，制作人也说不能停，否则节目就没得播了。不过他更关注小吃摊的事，他想看星野在小吃摊与优田的较量，这会让节目更加精彩。食堂的问题荒木会想办法解决。星野继续寻找供货渠道，市场上偶遇优田，得知他打算开分店专做油封鸭，并且豪言要一家接一家的开，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菜。星野并不因此而沮丧，毕竟谁都可以做菜，但他提醒优田，这样下去分店的菜品质量会越来越差，
最终可能连总店的声誉都会受损，3星的荣誉可能都保不住。优田当然不会听星野的忠告，他不仅要扩大生意，还要完全压倒星野。他已经通知了所有批发商，要把1流的沙朗鸭全买下。星野费尽周折也只找到2流的鸭子，这样是做不出美味的油封鸭的。荒木也费了好大劲，最后找到的替代鱼肉只有最便宜的，这种鱼肉肉质受硬，口感差，味道也比较重。荒木尝试了很多次，最终研发出几道新的菜品。品尝后，星野直言不好吃。晴子站起来指责他，提到大家多么不容易才找到这些食材，尝试做了这几个菜。星野直言不讳地反问：那又如何？这和品尝的人有何干系？你再怎么辛苦，菜不好吃，学生还会剩饭，这让大家都无言以对。最后，荒木真诚地提出：那请你做出更美味的菜来。他真心希望星野能做得更好。星野接受了这个挑战，立即回家开始研究制作。男人准备了2条小鱼，打算用这些做出佳肴。这鱼运动量大，瘦肉多，因此肉质偏柴，味道重。刚制作好就被星野批评不好吃。星野决定亲自下厨，开始是用姜和料酒腌制，接着裹上面粉，用黄油煎。尝了一口成品后，味道还有些残留，且感觉味道太淡。想了想，从冰箱里拿出2个橙子，眼角余光瞥到橱柜里的红酒，虽然有些不舍，但也只能这样了。第2天，他又早早来到学校的厨房，等待校餐部的工作人员，发现今天还是要煎鱼肉，感觉并无太大的变化。星野拿着一个盆子走了出来，关键之处就在这里，用橙子和红酒制成的酱汁，能去腥，增加菜肴的风味。成品一出是校长先尝，这种烹饪方法也是他头一次尝试，结果味道确实令人惊艳。紧接着轮到学生们品尝，星野依旧先自夸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等待孩子们的评价。孩子们说从未吃过这样的菜，表示这是第一次尝试。星野的尝试果然又成功了。与此同时，他也想到了另一款菜的制作方法，也就是用来重新开张小吃摊的油封鸭。尽管买不到最好的鸭子，他就用那些2等的鸭子，同样利用酱汁来增味。第一次尝试，结果鸭腿肉少皮厚，油脂多。他考虑用什么酱汁来调味，首先挤出了青柠汁，又煮了点白糖，混合2者制成了酸甜的酱汁，然后是炒制黄油酱和柑橘酱。尝试了3种酱汁，都感觉差了点意思，又尝试了苹果泥酱和芥末酱、木莓酱，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准备前往学校，突然想起了荒木之前的菜单，菜单上的番茄酱启发了他，尝试了许多高端的酱汁，却忘记了传统的番茄酱，最终选择了咖喱风味的酱汁。星野的油封鸭小吃摊顺利重新开业，并且标价999元，相当于50元，加上电视节目的宣传效应，不久小吃摊就非常火爆，排队的人潮甚至延伸到了马路上。生意火爆了一段时间后，星野兴奋得不得了，请原本在银行工作的校餐部同事帮他评估是否可以依靠小吃摊贷款扩大经营。同事帮他计算了一番，小吃摊的总成本为7万，不包括人工费，食材使用的是2等鸭肉，成本占比20%，营业时间为晚上7点至12点，共5小时，周转率达到了3.5次。综合评估在餐饮行业是一个理想状态，能够成功申请到贷款。正当星野憧憬着将来开店的美好时刻，他的前老板优田的分店也在筹备中。为了与星野竞争，优田决定将新分店的油封鸭也定价为999元。毫无察觉的星野还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挑战。荒木开始安排这周的校餐菜单，星野一瞥，竟发现菜单中有他最擅长的乃只烤洋葱汤，自信地宣称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然而身后的晴子却不同意，他说自己吃过的才是最棒的。第2天一大早，星野就匆忙赶到学校，开始熬制骨汤，等待晴子的到来。他忽然觉得这汤的味道很熟悉。星野说他可是花了6小时熬制这汤。其他人也都来了，现在是星野的乃汁烤洋葱汤登场。接下来是炒制食材的环节，本来应该用牛肉的，他却用了鸡肉和牛肉各半。晴子看得目瞪口呆，这跟他以前的方法一模一样。星野炒这些材料花了好长时间，说是要炒到琥珀色。晴子在后面惊讶地看着，星野对这道菜投入的心血，超乎他以往对任何菜的投入。整个过程中他都面带微笑。最后的成品出炉了，教室里回荡着赞不绝口的声音，连校长都特地来表扬星野。看着这一切，晴子却不高兴。在校餐部用餐时，晴子气呼呼地说星野抄袭了别人的方法。星野回应道，他成为厨师的头20年前，就是他自创的这道菜，如果有人抄，也只能是别人抄他的。晴子不信，坚称不可能，说这是他父亲从小给他做的。听了这话，星野感到事情不妙。星野已经明白，晴子就是他的女儿小光。荒木跟了出去，晴子说他也知道星野是他妈妈。几个月前，父亲已经告诉他了，他来这里打工是因为星野在他3岁的时候，为了做厨师工作而抛弃了他。现在星野被餐厅解雇，他想看着星野出糗，突然面对多年未见的女儿，星野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活力。这一晚，他没去摆摊。而与此同时，优田的分店开张了，带着总店的米其林3星光环，价格又非常亲民。分店开业第1晚就客满，主打的油封鸭，标价和星野小摊的一样，日元，瞬间成了每周的必点菜。星野躲在家里思考良久，想着晴子对他一直以来的怨恨。他回想起这些年在厨艺上的努力，他还是准备了各种食材，再次制作了那碗乃至烤洋葱汤。含着眼泪，他尝了一口，那是多年前的味道，
那个味道，他一直记得。他的女儿，他也从未忘记。第二天，大家都以为他和晴子不会再来了，但他却充满活力的出现了，像平常一样。厨房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荒木向星野透露了晴子昨天和他说的话。星野只是感叹女儿已经长大。今天是他22岁的生日，荒木询问他是否真的抛弃了晴子，星野立刻泪流满面。他说：“我怎么忍心离开他？”晴子晚上找荒木说要辞职，荒木向晴子解释，星野当年并不是想抛弃她，是因为生了孩子，丈夫不再支持她做厨师，争吵变成了家常便饭，最终导致了离婚。由于丈夫有父母的帮助，孩子的抚养权被法院判给了他。说到这里，星野依旧记得晴子小时候的每一刻。荒木最后告诉晴子，星野今晚会开摊，他在等一个人。但晴子没有去星野的摊位，而是和朋友们去了优田新店。按照惯例，这家连锁餐厅每年今天都会免费提供奶汁烤洋葱汤。晴子想要一份，但今年却没有了。晴子询问厨师原因，厨师说这是前主厨星野的传统，但星野主厨已经离开了。晴子这才明白，那道菜是星野一直为他准备的，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最终来到了星野的摊位，星野为他端上了那碗奶汁烤洋葱汤，尝了一口，晴子也不禁落泪。他对星野的怨恨随之烟消云散，母女之间的误会得以解开。星野刚解决了和女儿的问题，立刻又面临新的麻烦，因为分店生意太好了，优田筹备着开设第二家店，地点选在了星野的店铺旁，也采用了露天的经营方式，只是他采用了大型餐车，因此除了经典的油封鸭，还能售卖更多种类的菜肴。结果一下子抢走了星野的客源，星野的小摊变得门可罗雀。但这段挫折并未打败星野的斗志，短暂休整后，他想出了对付优田的策略，还是以油封鸭为主，但做了创新，推出了盲盒式的油封鸭。这道菜表面上普通无奇，客人一旦品尝便忍不住称赞其美味。虽然名为油封鸭，但内藏的不仅仅是鸭肉，还有其他的风味，这正是星野用心良苦的证明。为了营造不同的口感，他将传统油封鸭切成小块，再覆盖上时令佳肴，用鸭肉包裹后进行煎炸。时令食材的不断变化，使得顾客每次光临都能尝试到新口味的油封鸭，并且为了搭配新口味，他还会准备相应的饮品，像今天的白葡萄酒糖猪小番茄，让人感到温暖又甜美。依靠这款盲盒油封鸭，小吃摊很快又火热起来，直接打败了隔壁的袁老板，让优田的餐车广场黯然失色。主管向优田反映，除了星野小吃摊的竞争，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回头客。作为高档法式餐饮，虽然推出了露天餐车吸引客人，一时的新奇能吸引人，但新鲜感一过，目标的高端顾客群体还是更喜欢在优雅高档的室内餐厅用餐。这次的失败给了优田深刻的教训，一心想要超过星野，没想到自己却越走越歪，不幸连连。星际审查即将开始，优田的餐厅已经连续3年摘得米其林3星殊荣，然而今年星野离开了，餐厅能否继续保持3星评级还是未知数。考虑到5大评审标准之一是创新，星野离开后，餐厅缺乏新意，一直在重复制作星野留下的经典菜式。优田找出了星野遗留的未曾公开的食谱，交给主厨尝试制作，这或许是保住3星评级的关键举措。另一方面，星野的店依然生意兴隆，充满活力，与校餐部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今天是1学期1度的校园欢乐餐会，正当大家准备为孩子们提供完美的餐点时，却发现水管流出了带锈的水。原来是昨晚进行的水管施工，导致陈旧管道内的锈迹脱落。校长不得不宣布今天停止供应校餐，1年1度的欢乐餐会不得不取消。学生们一片失望。在这紧要关头，星野站出来宣布校餐今天照常供应。回到校餐部的时间只剩下2小时，他指示大家不要使用水，改用牛奶来制作主食，比如用鲜奶制作的法式吐司，但还缺少浓汤和蔬菜。没有这2样，学生们的营养会不均衡。他想出了可以用牛奶制作的浓汤方案，用芝士烤菜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至于水果蔬菜，考虑到无法用水洗净，卫生达不到标准，只好放弃。当他看到桌上的橘子时，意识到橘子无需清洗，决定用它来补充学生的维生素。大家迅速开始行动，一些人外出购买橘子和牛奶，其他人在厨房里尽力做出能做的菜品。时间在紧迫中流逝，离开餐时间仅剩半小时。荒木注意到墙上的提示，一个名叫上原希梅的学生对牛奶过敏，不能吃主打的鲜奶法式吐司，这让他无法享受这次餐会。有人提议单独给希梅准备些零食，但星野不认同这个提议，毕竟欢乐的餐会每年只有1次，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欢乐。他决定用豆奶替代牛奶。开餐前分钟，豆奶最终在用餐开始前买回来了。当其他学生享用餐点的时候，星野用豆奶为希梅做了特制的法式吐司，确保没有一个学生被遗漏。这次欢乐的晚餐会终于圆满结束。希梅兴奋地跑到餐部，特意向大家表达了感谢，因为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吃到午餐。这时餐部的人才意识到，原来他们得过，且按部就班。被星野的方式影响，感受到学生们的认可，确实是件美好的事情。另一方面，优田餐厅的主厨奥斯根据星野留下的食谱，做出了那道创新的3种神器圆面包。优田尝了一口后赞不绝口，觉得味道极好，觉得这可能是保住3星评级的关键。但他并没有显得很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做出的菜品还达不到完美，与星野的差距还是很大。夜晚，
他来到了星野的小吃摊，为当初没有支持星野而感到抱歉。这次来是为了请求星野的帮助。他已经能够完美复制星野的其他菜品，但唯独未发布的3种神奇圆面包，仅凭星野之前的一次示范，他做不出来。尤其是表皮和肉馅的烤制技巧掌握不住，星野慷慨地分享了秘诀，关键是把烤箱从度提升到度。在这个过程中要让面包适当休息。奥斯似乎顿悟了，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星野能够不断创新菜品？星野问他做菜是否快乐？因为我每做一次菜都感到非常快乐，兴奋让我脑海中不断涌现新想法，所以你也要尽情享受烹饪的过程。从星野那里学到了诀窍的奥斯，第2天回到了学校，星野面对了新的挑战。为了促进本地农产品的销售，市政府发起了自产自销活动，要求学校食堂使用本地的芹菜来制作菜肴。可是芹菜并不受学生们的欢迎，每当食堂出现芹菜、剩菜的情况就会激增，大家都头疼，该如何处理这个芹菜问题？这时荒木接到了校长的电话，学校的食堂外包服务即将被取消，由于少子化的影响，周围学校的学生数量在减少，通过统一供应食材以降低成本。这个决定一宣布，大家对芹菜的问题更加无从下手。星野来到荒木的店铺，请求借用一下厨房，他打算尝试制作芹菜菜肴。这是个不受欢迎的食材，他把芹菜切成薄片清炒，处理的纤维不再明显，口感更佳，还把一部分芹菜榨成了汁，与甜汤混合在一起，最终制作出了3道菜：芹菜甜汤、芹菜海鲜意面、芹菜番茄炖牛肉。荒木和晴子一试之下，都认为这味道完美，完全感觉不出是芹菜。正在享受美味时，荒木问及成本，得知每份成本为1500日元，这个价格太高，不符合食堂的标准。星野回应道需要荒木出面解决。原来星野是在此等荒木，因为学校食堂即将关闭，荒木这几天一直情绪低落，现在他意识到，即便是最后一顿食堂饭也要做得精神。荒木立刻开始探索符合成本的烹饪方法。首先把芹菜过油焖一下，再用汤汁煮，最后换成更便宜的鸡肉代替牛肉，把芹菜卷起来用油煎。忙活了一整天晚上，终于做出了成品。星野尝过后发现芹菜特有的苦味已经不见，但是味道过于单一，需要用调味汁来调和，依旧选择了经典的番茄作为基底。第2天，星野照常早早来到学校，出乎意料，荒木和晴子也到了。平时懒懒散散的帮厨，今天却换了个样子，个个充满了斗志。今天的午餐跟往常一样，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曾经的剩菜常客芹菜，最终获得了学生们的认可。孩子们纷纷向食堂团队竖起大拇指。这支临时组成的团队现在看起来很专业了，但食堂部门的关闭还是难以避免。这时候，摄影师跑来说出了问题。赶到教室一看，原来学生们正在请求校长保留食堂，校长也觉得无能为力。校餐之星的制片人表示他有个计划，就是继续使用本地农产品供应校餐。他还打算在节目中帮助宣传食堂支持农业的好行为，建议最好能有个校餐开放日，让更多人了解3叶小学的食堂与众不同。这个计划成了保留食堂的最后希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星野的前老板优田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回去工作，并承诺让他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烹饪。回想起5年前第一次相遇，那时的星野还是2星厨师，优田被他的菜肴深深吸引，坚持要他一同回国开餐厅。2人共同努力，用了2年时间拿到了3星，并一直保持至今。那段合作的经历其实很愉快。优田坦诚，之所以一直压抑星野，是出于他的自私，不想让最好的主厨去别的餐厅工作。作为老板，他不喜欢星野随心所欲的烹饪方式，但站在顾客的立场，他又非常欣赏这样的厨师。这番话触动了星野的心，他没有立刻做出回应。与此同时，校长和荒木去找市长，希望能够保住3叶小学的食堂。如果真的不行，至少希望市长能来参加学校的开放日。开放日的食材由当地农民提供，香菇、辣椒、大葱、芹菜。除了星野，其他人都对这些食材有些抵触。这4样就是闻名的剩饭4大天王，这些都是学生们不太爱吃的食材。星野拿了一盘菜回去尝试新的做法，同时在小吃摊也发放了学校开放日的活动传单。开放日前6天，电视台的制作人为他们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宣传视频很快就上线了，基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但最关键的菜单还没最终确定。荒木绞尽脑汁做试验菜，却仍未找到那个完美的配方。而星野那边已经研制出了他小摊上的圣诞特色菜，还是那个油封鸭，只不过这次的鸭腿有所不同。做完菜后，他去找了优田，并拒绝了他的邀请。他向优田解释，他之所以拒绝并非怀恨在心，而是因为过去在餐厅做菜时，他不关心客人是谁，只在乎做菜的是自己，从而不停追求自己的完美，所以他的菜品自然也不会差。但现在不同，他更关心的是吃菜的人，不管是小吃摊还是学校食堂，他都能直接看到顾客的反应，他们的喜爱带给他不一样的快乐。厨师的价值就在于此。这番话似乎让优田有所触动。第2天，当再次尝试奥斯做的3种口味的圆面包，尽管已经很出色，他却说这道菜不适合星级评审，建议奥斯用自己的原创菜肴。厨师只有用自己的菜品征服顾客，才能真正感到快乐。到了晚上，星野推出了新款油封鸭，这次他实际上是将其他食材直接填充进鸭腿里，在增加口感的同时，还保持了鸭腿诱人的外形。小吃摊打烊后，他带着油封鸭去了荒木的店铺，
正巧荒木也做出了新菜式，星野尝了尝，味道确实不错，但是菜里的肉比例太高，主要是靠肉的味道撑场面。荒木失落地认为自己又失败了。大家品尝新式油封鸭的同时，荒木和星野几乎在同一刻萌生了新的想法，计划把剩下的美味佳肴合并成一道大菜，用油炸豆腐做外皮。学校开放日到了，吸引了各行各业对学校餐饮感兴趣的人士。第一道菜是白葱浓汤，第二道是味噌煎青椒和香菇，第三道是糖渍芹菜与牛奶布丁的组合，最后是用剩饭制成的4大天王菜。在星野他们的期待下，学生们首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紧接着连市长也称赞好吃。家长们表示，这样孩子们会愿意吃蔬菜了。开放日活动非常成功，但遗憾的是，尽管市长也想维持学校的餐饮部门，但这么做会导致其他学校也提出相同要求，那样全市的学校餐饮预算就不够用了。因此，这个提议还是被否决了。当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时，星级评审的结果也出炉了。虽然奥斯推出了自己的创新料理，但优田的餐厅最终还是被评为2星级。不过优田没有以往那样急于求成，而是把今天当成一个新的开始。这时，校长急忙跑到餐饮部，让大家继续观看电视。原来他们学校的餐饮获得了1星级评价。之前的开放日里有评级人员参加，这个意外的好消息使得学校餐饮部得以保留。市长解释说，怎么能让获得星级评价的学校餐饮停办呢？这个临时组建的团队最终可以继续提供学校餐饮服务了。今日も最高に美味しい給食を作りますからね。